一位在日本的大学新生在学校周边选择了一个看似平凡的公寓作为自己的住所。这栋公寓虽然位于便利的地段，但年代久远，看上去略显陈旧。公寓里专门为单身人士提供了并排的小公寓，其中包括了一间闲置的房间，光线昏暗，位置偏僻。新生选择了其中一间，那是位于2楼的房间。入住之后，便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然而不久之后，他却遭遇了一起怪异事件。大家好，我是布莱德瑞。这是我在日本刚上大学，在外面一个人住的时候所遭遇到的经历。我当时所居住的房间是专门给单身人士居住的并排公寓，也是专门租给我们学生的那种2层楼的租赁公寓。这种公寓的屋龄偏旧，说真的，当时在租房子的时候，请房产中介陪同去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由于我开始找住处的时间已经算是比较晚的了，而且已经临近开学，没有时间的关系，就和陪同我一起去看房子的父亲谈了一下，之后无可奈何地决定租下这间房间。我所入住的房间是位于2楼的面向道路角落的房间。决定租下房间后，就匆匆忙忙地搬进去了。接着没过多久就是开学典礼。在刚开始搬进去的时候，我还不是很习惯大学以及都市生活。搬进去后，大约过了1个月，我才开始慢慢适应。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停好车之后，我就从公寓后面的门走到了公共走廊。突然从走廊尽头的房间传来巨大的声响，是1楼面向马路和我的房间相反方向位置的房间。我一边想着是怎么回事，靠近了那个房间。接下来就像是有人从里面用尽全力撞门那样的声音，连续的响着，门把手也咯哒咯哒狂乱的转动着。正当我怀疑的看着的时候，从屋内传来了喊叫声：“喂，有谁在那里吧？房间的门打不开了，快帮我从外面把门打开呀！”听到的是一个焦躁不安、心急如焚男人的声音。现在想想，当时要是我就当作没听见、无视，那不就好了？但是当下的我却向对方搭了话：“怎么了吗？房间的门打不开了，不知道能从你那边帮忙做点什么吗？”听到那个男人这样说后，我看了一下门，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能够妨碍开门的东西啊。门把手也很普通，再说了，从内侧打不开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啊。在这里说明一下，因为在日本的建筑法规上，由于安全性的关系，门的设计大多都是由内向外开，而不是由外向内开。好，我们继续。那个，我这边看起来门没有什么异常呀。怎么可能？门打不开呀！快帮我把门打开呀！那个男的不停咯哒咯哒地转动门把手，在一边说话的同时，也咚咚咚地敲打着门。其实我很清楚，这个房间根本就没有人居住。这件事我是非常的明白的。在参观公寓的时候，就问过了房产中介，这边哪个房间是有住户的，而哪些房间是没有住户的。但因为觉得这个房间的位置不佳且光线昏暗的关系，所以当初我就没有选择这间房间。这件事情我是很明白、很清楚，也是记忆犹新的，我也不会忘记。而且经过的时候，我也透过窗户往房间里面看过。窗户因为没有装窗帘，所以里面基本都看得一清二楚。
在连一件家具都没有的空屋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能够妨碍出入的东西在。喂，帮我打开呀！你还在那里吧？哎，帮我打开这扇门啊！喊叫声和敲门声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仍然持续着。我当下全身汗毛直竖，当机立断地逃离了现场，没有再理会那个男人。逃离之后，我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了。当晚，我就直接跑到了24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在那里度过了这一夜。之后，我不敢和父亲说我的这段经历，我不顾父亲强硬反对的要求，马上搬出了这栋公寓。从入住到搬出，仅短短在那里住了不到2个月。那间房间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呢？就算是小偷，还是什么盗贼，也不可能闯入一间什么都没有的房间吧？那个时候，如果我听话的把门打开，不知道结果又会是怎样。虽然不知道那间房间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现在我连调查的勇气都没有。但是事后想想，好像也无所谓，不知道也许会更好，因为谁也不想和这种事情扯上关系吧。